那关于2019年到2024年到现在的骑车状况，然后那边有副卡，还有我的作品集。那作品集比较是落在4年前的作品，会有跟现在的作品有一些落差。然后这个录像就是简单剪了那个在环岛旅途中的一些经历跟路程，主要是蛮多移动的画面。然后一路上就是还蛮多协助的人，对，就感谢每一位。就当然在其中也有，让我停下来可以去让我居住，或是让我寻找关于家的过程的每个人，都是我的人生中很重要的碎片。对，然后进入展场内部就比较多摄影跟织布本体，还有织布本身的那个织布机。这主要环绕是在环岛之旅1个月的旅程，虽然是已经蛮久之前的作品，对，有2年前。其实，在旅行的每个过程中间拍摄，然后对我来说是很重要，是那个空间本身就是正在移动之中，或是它本身就不属于正在居住的状态。桌上有一些零件是我在旅行中收集到，大家可以拿起来看或是什么。好，我觉得最有意义是这个石头，因为这个石头我其实觉得它超级漂亮的，它就是一个会反光的一个绿色的石头。结果拿到它之后呢，回到家8月的时候，觉得全身还是泡在冷泉一样的。然后就有人跟我说，有个小精灵跟着这石头跟你回家。所以我就旅行之后，我又再回去那个地方，把那石头还回去。所以其实旅程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多。然后这块板子是我去冥想，对，然后就连接到我的奶奶，我奶奶的妈妈，就是她是自杀的，然后是被日本人性侵，所以她就自缢这样。但我想要跟她更多的连接，所以我就透过冥想跟催眠方式去跟她连接，然后最后就看到一道彩虹。也让我理解到说，就是每个人到不同的空间要去成为这个空间一部分的时候，需要花非常多时间去安置自己，甚至是移动到 A 点到 B 点，坐在一个地方休息。当然，我是替代也是织布的方式去感知某一个空间的存在。对，好。那个绕线的部分是最比较新跟我妈妈的作品这样。那其实整个绕的过程花了是3个小时，没有间断的绕线。那个是一镜到底。另外一个荧幕是在你们没有走到的后面的一个小空间，有另外一个荧幕是我跟我妈的状态对。那绕的状态是越来越焦躁，越来越繁杂，那个情绪是可以透过非语言的方式去袒露出来我跟这个关系的状态。这是我妈妈的手。那在实际上卷线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有练习过，45分钟就可以弄完。但实际在拍的时候，居然纠结到连拍摄的摄影师说你们都不要动，就全部人就是因为拍摄过程中不能讲话，所以我们是3个小时都没有讲话，每个人都在盯我们在绕线的样子。会从绕线开始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条红色的经线，它是勾出其中一个经纬。那这个灵魂线在要被开始捆绑之前，我的习惯是滚成线球才会开始织布。所以这个勾出来的状态之下，它可以让这个线这个织布不足以被打结或纠结，它会让它变得更顺。然后这个本身有被我替换过一些材料，像这个水管或是这个是桌角，也是从朋友家路上突然觉得一个桌角掉了，我就拿着旧家具做替换，所以跟博物馆看到的完全都不一样。然后我甚至有看过有人就是也是替换这根卷金灵魂线的卷金，变成他自己习惯的材质。然后呢，它是一个面，大家觉得它是一个身为他的脸织布的脸。好，
就是直播的开始啦，脚要往前。然后拉起来，有没有感觉到有个开口？然后那开口，因为已经有分筋出分筋之间的关系。然后刀棒呢放进去，提紧。放进去，拉好，提紧，这样就完成一条了。然后要下来的时候，就是把它放平，解腰带。那一般很多老师都会说，男生不能直播这样，但我这边是都可以。有没有性别的区分？可以看到这条布就是在旅途过程中，就是这是台北、宜兰，往下到高雄，然后绕回来到桃园，就刚好织完就是一个回圈。那一般织完都会把中间剪掉，但我觉得不要剪，原因是因为还蛮能回应绕圈跟某一种回圈的感觉。绕圈这件事情来说，可能你能想象它的过程，但你好像没有办法去经历它中间打结的过程。你要怎么透过言语，没有非言语的方式，透过触觉，或是透过彼此的力量拉扯互动。所以我对于这种关系的沟通，我环岛的月跟大家教大家织，我透过口述的方式去让不太会直播的人去织，所以看到跟家的关系，